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对人生感到绝望，还试过无数次伤害自己，甚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是热莲佛法和创价学会让我看见了希望，让我重新站立起来，因为它教会了我，只有自己才可以打开自身幸福的道路。大家好，我是 JL， 我来自沙巴，现在目前定居在雪兰莪州。在我中学的时候，因我哥哥的生意失败，导致我们一家人陷入经济的困境，他也欠了员工和顾客一大笔债务。当时候家里也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也导致了我呢非常痛恨这一个家庭。我每天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在这一种家庭？同时，我还面临了严重的人际关系。当时候，我被我最信任的朋友出卖，他到处抹黑我，破坏我跟我家人的名誉。我每一天都过着被人家欺负、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排斥的生活。也因为这样，也导致了我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我无时无刻都有想要自杀的念头。有一天晚上，当我的家人都不在家的时候，我又再起了想要自杀的念头。在最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呢，就突然我就听到了一把声音就是一直跟着我说要爱惜自己的这一把声音然后就是因为这一把声音呢，就深深的唤醒了我我当天晚上呢，就对着玉本尊唱了很久很久的题目我领悟到呢，其实自己一直想要寻找的那一把可以解开我心结的那一把钥匙其实就是玉本尊，就是这一个热莲佛法。题目的力量呢，就挽救了我，让我下了决议就是说一定要勇敢的面对我接下来人生的种种挑战。在我19岁的时候呢，我就一个人离乡背井，就来到了雪州读大学。当时候其实也是面对着家庭经济的问题其实这整段的这个大学的路程呢，也成为了我信心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通过在创价学会里面呢，我也学习到信心即生活，也就是说，这个信仰的真实呢，其实就是要通过在自己的生活中显现出这个实证。我当时候呢，就真的是拼命的努力去学习，然后也成功申请到了这个奖学金，也申请到了这一个政府的这个 PTPTN loan让我就是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我大学的这一个课程，荣获很多这些优秀成绩的奖项，然后也成为了这个澳洲大学的大学大使。然后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已经战胜了，来去回报我的父母以及一直鼓励我的人生师匠池田先生。其实人生的考验呢，都是不间断的，我也不例外。2017年是我人生中面临最大考验的一年。当时候我的家庭又再一次陷入经济的困境，我的工作和我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家庭的经济问题呢，让我每一天呢都必须要跑银行和律师楼去解决我所有的债务，这也大大影响了我工作的表现。我甚至还被老板责骂，甚至还被老板质疑我到底有没有能力继续留在这间公司。那因为我是从事 IT 的行业，所以我每一天都好像没有天没有夜的一直都在工作我最高的记录呢是超过48个小时，完全是没有睡觉，而且呢有时候半夜还要跟老板开会。因为长期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状态呢，导致我非常的压力我也没有时间跟别人诉说我的问题，所累积的压力呢，导致我身心疲倦当时候呢，我的整个肩膀和我的颈项呢，还有背部呢，都肿了起来，因为有这个血管阻塞。我每一天都会头痛、呕吐，我还晕倒了几次好在及时就医否则我就会有心脏病的风险。同一个时间呢，我也被选为担任2017雪兰莪州和平之跑的司仪，要面对13000人的这个场合再加上接踵而来的这些压力呢，
导致我忧郁症也再次的复发。在有一天，正当我在驾驶的时候啊，我突然间呢就是崩溃，然后我又再起了想要自杀的念头。正当我把车开到140到160之间的时候呢，我就是准备想要放手，然后闭上眼睛直接撞下去。突然就有一通电话响起，是我一位学会的女子部干部，还有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打了电话给我。我当时候呢就马上就是紧急刹车，然后就把车停在路边，我接起了他的电话。这可以说是一通救命的电话，真的是救了我一命啊！我就跟他说我的状况，他在电话里面呢就一直鼓励了我。然后他其中一句语文呢，他就跟我分享啊，虚诚心之师，勿以心为师。意思是说呢，我们不要被心中所盘旋的这个烦恼所支配啊，而是呢自己要成为心之师，然后呢把烦恼啊导向创造价值的方向。也因为这一句话呢，深深救了我，也唤醒了我啊。而在 Run for Peace 当天呢，我也成功突破了自己，我也战胜了自己啊，站在面对13000人的舞台上呢，完成了当天我当司仪的使命。至于家里经济的问题呢，也通过我们一家人一体同心、强盛的祈求下，我们也勇敢的和债主对话，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呢，在短时间内解决我们所有的债务。其实我真的很感恩啊，因为有了信仰，我才彻底的战胜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可是就是因为有学会啊，提供给了我这个台前幕后的这个磨练的机会，我学会了怎么样当司仪、主题分享，甚至翻译员，学习到怎么样举办活动，还有投入社区关怀活动等。我也是结交了一班创价学会的善友，互相扶持，陪伴着我度过我人生最困难、最煎熬的时刻。2022年，医生呢也诊断出我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也就是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和重性忧郁疾患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因为修行了这一个佛法，让我有那个智慧，然后采取积极的行动呢，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我不害怕我的忧郁症何时会复发，而是呢，我下了这个决议啊，我一定要彻底打败它，然后并和它共存，一定要达到呢不需要再靠药物而完全康复的那一天。同一个时间呢，我也是让自己有规律的去做运动，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每次当意识到自己快要陷入忧郁的状况的时候呢，我都会用这一句语文一直提醒着我自己：苦勿其苦，乐开其乐，苦乐与共，同唱南无妙法莲华经可也。意思是说呢，不论是开心也好，痛苦也好都要以原原本本的这个姿态呢，彻底唱诵 Nam-myoho Renge-kyo，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池田先生也曾说，人生长远，有晴朗的日子，有刮风的日子，也有雨打的日子。然而，不管天气如何，太阳总会升起。所谓信心，就是不论身在任何的状况，努力确保每日都升起希望的太阳。我深深地领悟到，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不但要成为自己生命希望的太阳，我也要成为照耀他人希望的太阳。如果在观看这个故事的你，也是同样被忧郁症所困扰着，我真心想要告诉你，请不要放弃，也不要觉得感到羞耻。人生的道路充满起起落落，把眼前的问题当作是一个打垮自己的苦难，还是一个让自己生命书生的磨练，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心。我为你加油打气，我可以，你也可以，加油！